最近常下雨，但不下雨的时候还是很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我在想，我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天气也很热呢？让我来 test 一下他们。现在是上午11点左右，我在3·8旺 ，Derek 在国家体育场 ，Cindy 在五级芝马。我们来看看冰淇淋在哪里会融得最快。我们准备了同样的冰淇淋，放入玻璃杯里，然后开始计时，看冰淇淋在哪一区最快融化。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刚才小编在拍摄，在等待的途中呢，手机一度因为这个温度太高呢而死机了。我也约了专家，要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的天气。这整个实验来说，它的科学性不是很强。这个冰淇淋融化，当然是说它吸收了很多热能。可是至于说它吸收的热能来自哪里呢？是什么因素呢？首先我们对冰淇淋的处理，可能不同地点处理的不一样。从买回来，然后拿到那个实验地点，它的不同人可能它的保冷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就开始会有不同的融化速度。再来就是说，冰淇淋本身它制成的时候，不是两个冰淇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的那个融化的多少也会有所差异。我倒建议说，你们可以说采取另一个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拿一块布上面倒上一些酒精，就看那个酒精的蒸发率。这个东西可以在测量它的重量，所以你就可以很准确的知道说它的蒸发率有多快。我再次和同事们连线，根据许教授的建议，在同样的地点进行这项新测试。首先，我们先测量手帕的重量，然后放在称重器上，倒5 ml 的酒精，看哪一区手帕最快回到原来的重量，也就是酒精全蒸发了。和刚才的实验结果相同，最快蒸发的还是在加冷，其次是五级芝马森林区，最后才是3·8旺。首先，这个加冷那边它是在河畔旁边，所以除了这个温度的效应，还有这个风速，因为比较强的风，它会加速这个蒸发率。因为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热能的疏导，它的效应是取决于这个风速，风速越高，这个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冰淇淋的例子是因为说它比环境冷，所以有风的话，风吹会造成冰淇淋融化的更快，因为它热能疏导到冰淇淋会比较快。同样的酒精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热能从环境也比较快的疏导到那个酒精上面，造成它蒸发率比较高。这样的温度差异，新加坡人感觉到了吗？新加坡都热啊，没有哪里去热，全部整个新加坡都热，都一样了，因为太阳只有一个嘛。应该是Bukit Timah吧，因为有山吧。因为新加坡还是这样小，天气应该是一样吧。虽然说我们是弹丸小国，可是我们也有一些地方靠近水源的，好像说靠近海边，还是靠近那个蓄水池，所以还是有起着一个不同的作用。还有我们的这个绿色地带的分布也不一样嘛，森林或者公园，它的温度会比较低，是因为说树木本身它是活的嘛。太阳晒热的时候，它好像人这样它会蒸发这个水分，来保持自己这个生物的这个的温度所以我们这个森林或者公园，它本身它有自我调节这个表面温度的功能跟我们的这些建筑物这些根本是不一样的。那回答一个问题嘛，就想说最热的地方在哪里？你觉得新加坡最热？卡浪那边啊，Stadium 那边嘛。以前旧飞机场那边就很热。我觉得是在卡伦那边会比较热，对，因为其他的地方的话，看3·8旺和Bukit Timah那边都有蛮多树的，所以说可能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那里会比较热，因为有树的地方一般会比较冷。新加坡最热的地方大概是在我们的东北部，好像在介于这个红帽桥这个后港到这个乌洛丹比尼一带。
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的自然的降雨率会比较低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日变化的那个海风的聚集点大概是在我们新加坡的北部，就是靠近柔佛那边了，所以降雨量一般最强的地方也是偏于西北，所以我们的东北的地方就降雨比较少，雨能降温因为雨是从天上很冷的地方降下来的，所以既然降雨量少，这个地表的温度就会本来就会比较高。我们的城市发展方面，你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的西部都是一些森林，还有中部也是一些麦里枝这些蓄水池森林一带。我们东部比较多的这个城市的发展，这些都是钢铁水泥的架构，它日间它会吸收很多的太阳能，到了傍晚时分它就会散热出来，所以整天的那个平均温度会比较高。天气越来越热，城市规划真的是一道难题。忙了一整天，是不是应该再吃一支冰淇淋才回家呢？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您也可以到8世界网站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